结束了卓漳河谷的游览，我们当晚入住了长治市区的一家宾馆。第二天一早，本来想去梁家庄观音堂参观，但观音堂正在修缮，没有开放，只能改变行程。当天下着小雨，我们便决定前往长治市博物馆。长治市博物馆为国家2级博物馆，设3个基本陈列：上党从来天下集、长治古代文明展、长治战国车马坑展、长治历代墓葬展，共有6个展厅，馆藏文物超过6万件，数量位列山西省第2。出土于长治分水岭的春秋战国青铜器、上党地区的明、清琉璃器以及宋、金2代北方磁州窑瓷器，是长治博物馆的特色藏品。一圈看下来，总体感觉令人印象深刻的展品不是很多，给大家展示下一些我认为不错的藏品。从博物馆出来后，雨也小多了，我们前往重庆寺。重庆寺坐落于长治市长子县城东南的紫云山山路。长子县是个千年古县，据传谣的长子丹朱受封于此，因此得名。这个小县城在东晋时期还曾做过西燕的都城。经过1个小时的车程，我们到达了紫云山景区。景区主要由居村、白松坡公园、三宗庙、重庆寺组成。居村为山脚下一古村落，村子里保存了不少清代民国建筑，少数建筑至今还有人居住。白松坡上长满了珍稀的白皮松，这些松树的枝干表面呈灰白色，如张扬舞动的苍龙般遒劲有力，古人视其为白龙、神松。三宗庙又叫护国灵矿王庙，村民们称为前寺，属于道家庙宇。我们去的当天没开放，只在庙的外面转了一圈。据古文献记载，尧始羿设酒屋于三宗之山，三宗庙主祭的就是射日的后羿，这是上党地区常见的一种民间信仰。现存的建筑为明清遗构，由山门、正殿、寝殿及东西厢房组成，因为曾经作为学校而使的庙宇得以幸存。三宗庙北方的山腰上就是重庆寺。重庆寺东西北3面环山，北靠紫云山龙脉，左右有护山。寺南山峦起伏，沟壑纵横。重庆寺始建于北宋大中祥符9年，1016年，在中国现存的北宋木构中算是比较早的了。明清2代曾多次修葺，现在是第4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全寺坐北朝南，一进院落，由天王殿、千佛殿、卧佛殿、大士殿、地藏殿等组成了一个4合院布局。寺内现存彩塑跨越宋、金、元、明4个时代，体量超过1.5米的大型人物塑像有47尊，其中24尊是宋塑，23尊为元明彩塑，其余小型的人物彩塑有200多尊。山门与天王殿为一殿两用，是该寺院的正门。目前天王殿内的东侧尚存2尊天王坐像，西侧则空空荡荡，连神台也彻底拆除了。东侧2尊天王体量巨大，坐在那里通高也大约有2米多，为木胎泥塑，明代风格。天王面容都是抱头环眼，怒目向前，头上只戴束发冠，身着华丽的战袍，外罩山纹铠甲，两袖宽大，做随风飘舞状。现存这2尊塑像因为年代久远，不知是人为破坏还是潮湿损坏，双手和双足都已无存了，头处也遭受了重创，连头发带面皮掉了好大一块。虽然残肢断臂，却不影响整体上的霸气十足。千佛殿是寺内主殿，宋代原构，单檐歇山顶，面阔3间，进深6船，
柱上石谱摆方，柱间设斗拱，五补间铺座，明间设板门，次间安破紫棂窗，侧角升起明显。千佛殿前有5代后唐天佑9年八角石经床一根，殿前现存2丛千年牡丹花，如果4月到此游览，还会欣赏到鲜艳盛开、芳香四溢的宋代牡丹。殿内佛坛上塑一佛2菩萨，菩萨像背后还有倒坐菩萨，虽经后人重装，面相、衣饰、手法以及华丽无比的泥塑背光为明代雕塑，但彩塑的布列位置、躯体造型、头上发髻等仍保留了宋代风格。佛像背后还有一座42臂观音像，但游客现在无法看到。佛坛为束腰须弥式，上雕花草纹，尖柱上雕兽面，为宋制。殿内东西北3壁原为千佛悬塑，现仅存西壁的200余尊。千佛殿梁架为侧上明造，四传符对后乳服用3柱，梁架绝大多数构件为宋代原构，结架合理，制作规范，是宋代小型殿宇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座。殿内的2根柱子为后世所加，防止四传符因年久断裂。大士殿又称罗汉殿，为宋代建筑，明代重修，明清建筑特征明显。西扩3间，进深4传，屋顶为悬山式，但殿内梁架结构几乎全部还是宋制。殿内3面的佛坛低矮，上塑3大士及18罗汉像。中央佛坛上有3尊菩萨像，中间为架紧毛吼的观世音菩萨，左侧齐青狮的文殊菩萨，右侧是跨白象的普贤菩萨。3大士殿之得名，就源于这3尊菩萨像。这3尊像本为宋代元塑，造于北宋元丰2年1079年，在佛坛前岩砖雕塑腰处留有2方刻字，刻有造像年代及布施者姓名，是非常清晰的断代依据，但今天所见却是当代重塑。1991年，重庆寺3大士殿、千佛殿、地藏殿的13尊宋代、明代彩塑头像连续被盗割，盗贼因3大士年久失修，损毁严重，无法盗走，便将其推倒，彩塑瞬间粉身碎骨。后9名犯罪分子被抓获，被盗的13尊头像也全部追回并得到修复，但3大士像因破碎严重，只能按照原有照片和资料补塑。两边贴墙的佛坛上塑有18尊罗汉坐像，大小比例与真人类似，神态生动自然，刚柔相济，风格迥异。这些彩塑均为北宋元丰2年塑造，虽经后代的修饰装绘，但仍得见宋塑的神韵，是现存的宋代罗汉中唯一有确切纪年的。在国内彩塑领域属于殿堂级别的作品，被一众彩塑艺术家奉为宋塑之冠。千佛殿西侧的地藏殿是另一座彩塑的宝库，殿宇较小，结构简单，3开间，悬山顶。殿内塑地藏菩萨，左右塑10殿阎君，2山墙塑6位判官。上方是悬塑阴曹地府层叠的山石，群山之间有亭台楼阁，飞檐高挑，门户重重，象征18层地狱内对人的审判和轮回过程。都是明代作品，塑工高超，保存完好。地藏殿里阎君形象是以历史上10位著名帝王为蓝本，借用皇帝的威仪来表现阎君的威严，因此这座地藏殿也叫做10地殿。这里的阎君身着皇帝所独有的黄袍，与其他的地方身着红色或紫色官袍的阎君像不同。10位阎君塑造的尺寸略小于真人，个性鲜明，风格迥异，有的刚毅霸气，不怒自威，有的面如满月，温文尔雅，还有的雍容华贵，气质稳重，是明代彩塑中的佳作。这里正是黑神话悟空中10殿阎罗的取景地。